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现在，请把灯调暗，找个舒服的姿势，放慢呼吸。今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个后来被天下人仰望的孝庄太后。当我们提起孝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影视剧中杀伐果断、母仪天下的光辉形象。大众赋予了她太多神性与传奇色彩，仿佛他生来就是为了驾驭大清这艘帝国巨轮，仿佛他天生就懂得如何在男人堆里玩转权力的游戏，甚至有人为他编织了各种浪漫至死的情感神话。可是历史的底色从来都不带有柔光滤镜，如果我们去凝视那个真实的生命，你会发现，在走向权力巅峰的漫长岁月里，他首先是一个被褫夺了自我的牺牲品，一个在夹缝中瑟瑟发抖，只求活下去的凡人。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1613年的科尔沁草原，那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黄昏，也是东北大地血雨腥风的前夜。草原上的风带着马粪、枯草和隐隐的血腥味。在这一年，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营帐里传出了一声女婴的啼哭。他被赋予了一个满载期许的名字布木布泰，在蒙语中意为天降之物。此时的科尔沁部落早已没有了先祖成吉思汗时期纵马弯弓席卷欧亚的荣光，他们被夹在三股庞大的势力之间，喘不过气来。南边是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大明王朝，依然掌控着辽东的贸易咽喉。西边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这位脾气暴躁的蒙古名义上的共主正挥舞着弯刀，试图用武力逼迫所有蒙古部落臣服。而东边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正带着他那群如狼似虎的八旗铁骑，以一种令人胆寒的速度崛起。生存或者被吞噬，是摆在科尔沁贵族面前每天都要盘算的生死局。在这场残酷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铁血交锋固然重要，但最高效、最廉价的结盟方式是联姻。女人的子宫在那个年代就是部落之间互换的政治筹码，是不用流血的停战协议。布木布泰的童年或许也有过短暂的纵马飞驰，无忧无虑，但作为部落首领的女儿，她从懂事起就在父兄的言传身教中明白了一个冰冷的现实。他身体里流淌的黄金家族的血液，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标价的。他的美貌，他的青春，他未来可能孕育的生命，全都是科尔沁部落用来抵御外敌、换取生存空间的资源。时间来到公元1625年，这一年布木布泰刚满13岁。13岁在今天只是一个刚上初中，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但在400年前的科尔沁，13岁的布木布泰迎来了一场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变故。消息从盛京传来，带着几分急迫与无奈。11年之前，布木布泰的亲姑姑哲哲作为科尔沁的第一代祭品，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8子皇太极。11年过去了，哲哲虽然在后院地位稳固，却始终未能诞下男婴。在那个依靠刀剑和繁衍来维系政权的丛林社会里，一个没有儿子的正妻就像是一份随时可能失效的同盟条约。科尔沁的贵族们慌了，建州女真的耐心也是有限的。一旦哲哲失去利用价值，科尔沁与后金之间那脆弱的盟友关系随时可能断裂。林丹汗的弯刀就在背后，科尔沁输不起。既然一个女人的肚子不争气，那就再送一个。于是13岁的布木布泰被选中了。他不是去当什么风光无限的福晋，他是被当作姑姑的生育替补，被当作科尔沁部落的一剂补药，打包送往盛京。如果你此刻站在公元1625年早春的科尔沁草原上，你会看到一支浩浩荡荡却又透着悲凉的送亲队伍，冷风如刀刮在布木布泰稚嫩的脸颊上。哥哥吴克善骑在马上，护送着他一路向东。马车颠簸，毡帘缝隙里漏进来的风吹得人骨头发疼。
布木布泰抱紧了膝盖，听着车轮碾碎冰雪的声音。此时此刻，他心里在想什么？是离开故土的不舍，是对未来的憧憬？不，更多的一定是恐惧，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宿命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自我的褫夺。他清楚地知道，从踏上马车的那一刻起，那个名叫布木布泰的草原少女就已经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代号，一个名为科尔沁的子宫的物件。他要去服侍一个比自己大整整21岁的陌生男人，他要去完成一个极其明确又伴随着巨大屈辱感的任务，生一个有着科尔沁血统的爱新觉罗男孩。漫长的跋涉后，队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出来迎接他的正是她名义上的丈夫33岁的皇太极。那时的皇太极正值壮年，常年的征战让他身上带着浓烈的硝烟与血腥气，眼神中充满了政治家的精明与武将的威严。站在他面前的布木布泰瘦小单薄，像一只误入狼群的羔羊，没有浪漫的一见钟情，也没有什么温柔的安抚。这场婚礼本质上是一场盛大的政治交接仪式。努尔哈赤亲自出席，杀牛宰羊，八旗将领与蒙古王公觥筹交错，庆祝两族血脉的再一次捆绑。喧嚣散尽，夜幕降临。红烛摇曳中，13岁的少女独自坐在陌生的床榻上，听着门外渐渐逼近的沉重脚步声。那是她必须要独自跨过的生死关。那个年代的女真人保留着浓厚的原始与野蛮气息，后宫的规矩森严且残酷，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撕裂，对那个高大陌生男人的本能畏惧，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死死勒住他的脖子。咕咕折折或许会在私下里握住他冰冷的手，用蒙语低声告诫他：收起你的眼泪，忘掉草原。在这里，眼泪换不来怜悯，只能换来厌弃。你要笑，你要顺从，你要用尽全力活下去，直到生下儿子。在这座充满着权力倾轧和满语呵斥的府邸里，布木布泰开始了他小心翼翼的蛰伏。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在主子和福晋们面前收起锋芒，变得温婉听话，甚至透明。他将13岁少女本该有的天真、任性、幻想统统碾碎，活血吞下。他像一块海绵，沉默地吸收着这座权力场里的所有规则。每一天，他都在察言观色中度过，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确的计算，确保不会惹恼任何人。这种为了生存而过早激发出的隐忍与克制，成为了他性格中最深沉的底色，也为他日后在更加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暴中存活埋下了残酷的伏笔。就当布木布泰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卑微，足够努力地去完成生育任务，就能在这座府邸里换取一席安稳之地时，命运的轮盘却再次转动。时代的狂风即将把他卷入一个更深更冷的权力深渊，而这一次将他推下悬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时光流转至公元1634年，盛京的秋风比往年更早添了寒意。21岁的布木布泰站在宫廷的石阶上，望着又一支从科尔沁方向跋涉而来的车队。过去的9年里，他小心翼翼地讨好，如履薄冰的生存，也确实完成了部落交代的生育任务。但他接连生下的是3个女儿。在那个依靠长矛和男丁来衡量价值的草原法则里，女儿是不算数的。科尔沁的王公们再次感到了焦灼，他们对布木布泰失去了耐心。为了巩固已经出现裂痕的联盟，他们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再送一个女人过去。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是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那一年海兰珠26岁，在当时的婚恋标准中，这是一个该做祖母的年纪，更何况她还曾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短暂婚姻。布木布泰或许曾天真地以为，这个大龄寡居的姐姐只是家族送来凑数的政治筹码，
绝不可能威胁到自己拼尽9年青春才换来的微薄地位。可是，权力的游戏往往伴随着人性中最难以捉摸的幽微。那位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将天下群雄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皇太极，竟然在这位26岁的新娘身上倾注了如烈火般燃烧的柔情。这不是什么毫无来由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这是一场关于权力心理学的精准契合。皇太极的身边充斥着像哲哲那样端庄的政治盟友，或是像布木布泰这样隐忍的生育工具。这些女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部落利益，她们的顺从带着算计，她们的温婉透着冷厉。唯独海兰珠不同，她或许柔弱，或许爱哭，或许带着对新环境的惶恐不安。这种纯粹的不带政治侵略性的脆弱，恰恰击中了那个终日浸泡在算计与阴谋中的铁血君王。在海兰珠面前，皇太极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端着架子的帝国统治者，而是一个被全然依赖的普通男人。这份宠爱对海兰珠是蜜糖，对布木布泰则是剔骨的尖刀。闭上眼睛，在那片圣经的喧嚣中，你能体会到一个女人的绝望吗？那个名义上属于她的丈夫并不是生性冷漠，他明明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懂得如何嘘寒问暖，懂得如何把世间最柔软的词汇倾倒在一个女人耳边，只是那个人不是他。他必须日复一日地看着自己的亲姐姐夺走原本可能属于他的一丝温存。他必须在每一个家族宴饮的场合端起酒杯，微笑着向这对恩爱的人敬酒。维持着科尔沁部落体面的假象，最大的屈辱在公元1636年被正式摆上了台面。那一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正式称帝。盛大的册封大典上，5大福晋的位分昭告天下，姑姑哲哲毫无悬念地入主中宫，成为皇后。亲姐姐海兰珠被封为东宫宸妃，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布木布泰呢，她被封为西宫庄妃，听起来似乎也是一宫之主，但在5大福晋的排位中，她名列最末。排在她前面的，除了姑姑和姐姐，还有2位带着部众投降大清的林丹汉遗孀。9年的青春，3个女儿的母亲，最终换来的是一个垫底的封号。如果当时的盛京宫廷是一座金字塔，布木布泰就是被重重压在半山腰的透明人。他引以为傲的年轻与美貌，在绝对的政治利益和帝王的偏爱面前轻如草芥。生活在永福宫的那些年，是他生命中最暗淡、最漫长的寒冬。他看着海兰珠的官居宫里，日夜欢声笑语，流水般的赏赐抬进去，而他的永福宫门可罗雀，冷寂的只能听见风卷起落叶的沙沙声。她不再是那个会因为委屈而在夜里偷偷流泪的草原女孩了。长期的孤立与不被爱，逼着她建立起了一套坚不可摧的心理防御机制。既然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幻影，既然丈夫的恩宠随时可以被剥夺，那就主动戒断对这些虚妄之物的渴望。她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收起所有的嫉妒、不甘与脆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形人。他不争宠，不抱怨，每日按部就班的请安，像一尊没有温度的泥塑木雕，平静地凝视着这座宫廷里的潮起潮落。这种死寂的蛰伏，在公元1638年迎来了最为惨烈的碰撞。前一年，海兰珠为皇太极生下了皇八子，那位高高在上的帝王狂喜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他立刻颁布了大清开国以来的第1道大赦令，这分明是只有册立皇太子时才会有的政治规格。皇太极用整个帝国的欢呼向全天下宣告他对这个婴儿的偏爱，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几个月后，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皇八子夭折了，整个盛京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阴霾之中。皇太极悲痛欲绝，海兰珠更是终日以泪洗面，整个宫廷都必须为这个早夭的婴儿扶丧敛容。就在这压抑到令人窒息的氛围中，
公元1638年的初春，布木布泰的肚子发作了。在冷清的永福宫里，伴随着隐忍的阵痛和压抑的喘息，他终于生下了自己的第4个孩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皇九子福临。没有大赦天下，没有漫天飞舞的赏赐，甚至没有父亲狂喜的拥抱。在整个帝国都在为另一个婴儿哀悼的时候，福临的降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仿佛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布木布泰拖着虚弱的身体，看着襁褓中那个皱巴巴的男婴，她没有抱怨丈夫的冷落。在经历了长达13年的边缘化之后，她的心智已经淬炼得如同一把冷厉的弯刀。她太清楚了，帝王的恩宠就像草原上的风，抓不住也留不长。唯有这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儿子，才是他在这座残酷宫廷里唯一的筹码，是他未来逃离任人宰割命运的唯一希望。他将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把全部的生存本能和被压抑的野心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这个名叫福临的男婴身上。这座4方城里的血雨腥风才刚刚开始，他必须活得比所有人都长，比所有人都冷，直到等来那个能让这盘死局翻盘的契机。他没有等太久，一场足以将整个帝国撕裂的风暴，正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轰然降临。公元1643年的秋天，圣经崇正殿的琉璃瓦上刚刚凝结出初霜。8月初9的深夜，那个像铁塔一样笼罩着布木布泰整个前半生的男人，大清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猝死了。没有缠绵病榻的铺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诏，生命之弦在权力的最高潮处戛然崩断。圣经的夜风瞬间带上了刀剑相撞的肃杀之气。得知死讯的那一刻，30岁的布木布泰眼中并没有世俗想象中的哀悔鼓励。13年的冷遇早就抽干了他对这个名义丈夫的最后一丝温情。他的第一反应是死死抓紧身旁年仅6岁的福临的手。他已经听到了宫墙外开始聚集的沉重马蹄声。失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真空，意味着这座方寸之城即将沦为食人血肉的修罗场。皇位之争迅速白热化，两头恶狼死死盯住了那把空悬的龙椅。一边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手握正黄、镶黄2旗，战功赫赫，背后站着无数渴望延续既得利益的保皇党老臣。另一边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他正值31岁的鼎盛之年，麾下的正白、镶白2旗铁骑锋芒毕露，眼中燃烧着对最高权力的狂热渴望。闭上眼睛去感受那场发生在大清门外的惊天对峙。八旗的将士们披甲戴盔，弓拔弩张，长矛的冷光映照着每一张紧绷的脸。任何一点微小的火星都会让这个刚刚建立7年的年轻帝国在内战中灰飞烟灭。此时的布木布泰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外戚干政的资本，他手里握着的只有2个看似单薄的筹码。一个是他科尔沁蒙古长公主的身份，代表着大清不可或缺的外部盟约；另一个就是6岁且毫无背景的福临。豪格和多尔衮互相咬死了对方，谁也无法以碾压之势完胜。在僵持不下的死局中，各方都需要一个台阶。豪格派的底线是皇位必须留在皇太极的子嗣一脉，多尔衮的底线是坐上去的那个人绝对不能是豪格。布木布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条生死线，他利用姑姑哲哲作为中宫皇后的人脉，在暗中进行着刀尖上的游说与斡旋。他要让所有握着刀把子的人相信，立一个年幼的傀儡对所有人都没有威胁，反而是保全大局的唯一出路。公元1643年8月26日，一个折中的政治妥协诞生了。6岁的福临被推上了皇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胜利，是一个女人凭借智慧扶摇直上的爽文顶点，但现实的冰冷远超所有人的想象。皇冠落下的那一刻，沉重的枷锁同时套上了母子俩的脖颈。福临登基为顺治帝，
但真正握着玉玺和兵符的是辅政王多尔衮。后世的野史与戏文里，总爱为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编织一出名为太后下嫁的旷世绝恋。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因为多尔衮深爱着这个青梅竹马的女人，才甘愿把皇位拱手相让，甚至为了她放弃了独揽天下的野心。拨开这层粉饰太平的浪漫窗户纸，底下的血肉模糊得令人心惊。多尔衮是一个在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枭雄，他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对权势的贪婪。他把皇位让给福临，不过是因为当时武力吞并的代价太大，他需要一个平息众怒的过渡品。对30岁的寡妇布木布泰而言，多尔衮绝不是什么柔情蜜意的情郎，而是一个随时能捏碎他们母子咽喉的活阎王。当多尔衮穿着月制的朝服，带着一身酒气或杀气步入后宫时，布木布泰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与屈辱。他必须把高高在上的太后自尊剥皮抽筋，一点点踩碎在脚底。他要在多尔衮跋扈地呵斥小皇帝时，强挤出笑脸去打圆场，用低声下气的软语去抚平这头猛兽的逆鳞。他要在多尔衮不断僭越，甚至要求与他同寝时，压抑住所有的恶心去逢迎。这不是风花雪月的调情，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敲诈。刀刃就架在福临的脖子上，他能拿什么去换儿子的命？只能拿自己的肉身与尊严去抵押。如果你此刻站在他身边，你会看到一个女人是如何被权力碾压成粉末的。白日里，她是母仪天下的太后，端坐在珠帘之后，接受群臣的叩拜。夜深人静时，她是对着一盏孤灯瑟瑟发抖的囚徒。她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甜喂一只永远吃不饱的政治巨兽，只为了换取巨兽爪下那个幼童的一丝喘息之机。随着大清铁骑在公元1644年叩开山海关的大门，入主中原，多尔衮的权势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顶峰。他头上的头衔从辅政王变成了骇人听闻的皇父摄政王。皇父这2个字像2根生锈的铁钉，死死钉在顺治帝福临的心口，也钉在了布木布泰的脊骨上。他不仅要日复一日地应付多尔衮的喜怒无常，还要面对儿子眼中逐渐燃起的仇恨与不解。小福临一天天长大，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躲在母亲身后的孩童。他开始明白，那个总是在母亲宫里进出，甚至逼迫自己叫皇父的男人，不仅霸占了自己的皇权，还践踏了皇家的体面。多少个压抑的深夜，布木布泰只能死死捂住儿子的嘴，把那些足以招致灭顶之灾的愤怒堵回去。他看着儿子布满血丝的眼睛，只能一遍遍在心底默念：活下去，只要活下去。他在悬崖边上整整走了7年，这7年是他一生中光线最暗淡的幽谷。他以为只要熬死了这只遮天蔽日的猛禽，他的福临就能迎来真正的晴天，母子俩就能共享这大清的万里江山，抚平所有的创伤。命运的残忍之处恰恰在于，当外在的压迫轰然崩塌时，被长期掩盖的内部撕裂往往会以更加致命的姿态爆发。等待这位母亲的是一场比面对多尔衮时更加心碎的漫长折磨。公元1650年的冬天，塞外的寒风刮得比往年更冷。喀喇城传来了一个让整个北京城屏住呼吸的消息，那个不可一世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狩猎时坠马暴毙。37岁的布木布泰听到密报时，第一反应甚至不是狂喜，而是全身僵硬。长达7年的高压驯化与惊恐，让他本能地怀疑这是一个诱敌深入的圈套。直到确凿的丧报伴随着八旗将领的调动传回紫禁城，他才敢在无人的暗夜里慢慢跌坐在冷硬的青砖上，长长地吐出一口郁结了7年的浊气。悬在母子俩头顶上的那把滴血的刀终于掉下来了，但他没有料到，这把刀掉下来没有砸碎地砖，却划破了他亲生骨肉苦苦维持的伪装。13岁的福临终于握住了实打实的玉玺，
这个长期被压抑在恐惧、无力与屈辱中的少年天子，在掌握绝对权力后，爆发出了令人战栗的破坏力。仅仅2个月后，曾经高高在上的多尔衮被褫夺所有封号，随之而来的是令人胆寒的掘墓鞭尸。布木布泰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看着午门外那些被牵连抄家流放的满洲旧勋，他猛然惊觉，自己费尽心血、用尽尊严保下来的，不再是一个需要母亲护在身后的幼童，而是一个灵魂早已被权力倾轧扭曲的复仇者。他用满洲贵族那种冰冷的实用主义，教会了儿子如何在夹缝中苟延残喘，却从没能教会他如何去缝合千疮百孔的创伤裂痕，在母子间悄无声息地撕扯开来。福临对多尔衮的恨，像是一场无法自愈的心理瘟疫，他把这份恨意全部转嫁到了满洲的旧规矩上。他开始狂热地推崇汉文化，换上汉服，研读汉人的四书五经，甚至在朝堂上大量重用汉臣。这不仅仅是少年君主的政治制衡，更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拼命逃离。他要逃离那个充斥着野蛮、杀戮、背叛和联姻算计的丛林世界。这种逃离的绝望感最直接地引爆在了他的婚姻上。为了巩固已经摇摇欲坠的后方基本盘，布木布泰沿用了姑姑哲哲的老路，从科尔沁草原挑选了自己亲哥哥吴克善的女儿，也就是福临的表妹，册立为大清皇后。在布木布泰固有的价值观里，个人的喜恶在部落利益与皇权面前轻如鸿毛，这是天经地义的联姻，是保证母族血脉延续的政治保险。但福临偏不，他看着那个穿着蒙古袍子、带着草原粗犷气息的皇后，就仿佛看到了那个用血缘绑架自己的牢笼。公元1653年，他不顾满朝文武的伏地苦谏，强硬的下旨废黜了皇后。这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扇在了布木布泰的脸上，也扇在了整个科尔沁部落的尊严上。他开始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与脱力。如果说废后只是母子决裂的前奏，那么公元1656年，一个女人的步入宫廷，则将这对母子直接推向了毁灭的深渊。这个女人就是后世野史中被反复咀嚼的董鄂妃。董鄂妃身上有着当时满洲女子少有的温婉脆弱与书卷气，她懂诗书，解人意，眼神里没有对权力的算计，也不掺和前朝的政治倾轧。在满心创伤的福临眼中，它不是用来维系江山的冰冷工具，而是一个纯粹的可以大口呼吸的避风港。他在董鄂妃那里找到了生平第一次被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来抚慰的温暖。看着儿子沉溺在这份温柔乡里，把所有的特权与偏爱都毫无保留地捧到一个女人面前，布木布泰的内心深处一段被死死封印了20年的结痂记忆被残忍地一把撕开，鲜血淋漓。如果此刻站在慈宁宫的阴影里，凝视着这位太后望向远处的眼睛，你会发现她看的其实不是董鄂妃，她看到的是当年盛京宫廷里的关雎宫，是她的亲姐姐海兰珠。历史正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姿态重演。当年她的丈夫皇太极为了海兰珠陷入丧失理智的疯狂，如今她的儿子福临为了董鄂妃神魂颠倒，连奏折都堆积如山。那种为了虚无缥缈的情感，不顾帝国安危，无视所有政治规则的痴狂，是布木布泰这辈子最痛恨、最恐惧的毒药。他曾因为这种不讲道理的偏爱，被踩在泥泞里当了13年的透明人。现在这种偏爱又要化作蚀骨的毒水，毁掉他倾尽半生心血才保住的大清江山。冲突在公元1657年迎来了刺骨的寒潮。董鄂妃生下皇四子，福临狂喜之余，再次效仿他的父亲，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向全天下宣告这是他的第一子。这把后宫里其他生下男丁的妃嫔置于何地？
把布木布泰苦心孤诣维持的后宫平衡置于何地？然而，好运从来都不偏爱这座四方城。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承载了无限风光与恩宠的婴儿骤然夭折。董鄂妃在丧子之痛中呕血不止，最终在公元1660年的秋风中撒手人寰。这个女人的死抽干了福临活下去的最后一丝生气，这位年轻的帝王精神防线全面崩溃。他不再上朝，整日枯坐在蒲团上，甚至唤来高僧削发，声嘶力竭地嚷嚷着要遁入空门去寻求解脱。这一刻，布木布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碎，那是一种生还者看着自己拼命救下的人执意要跳下悬崖的无力感。他拖着沉重的步伐步入养心殿，看着那个面容枯槁、眼神空洞的像一具行尸走肉的儿子，他太想问问他，我为了你在多尔衮的刀锋下咽下了多少屈辱，我为了大清的江山在寒夜里独自承受了多少惊恐，而你却为了一个女人要抛弃这片踩着无数满蒙将士尸骨才铺就的万里江山。但这番话他最终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明白他们母子俩中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是绝对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用伤痕累累的脊背扛起了大清的苍穹，只为给儿子一张安稳的龙椅。而福临是一个被现实碾碎的理想主义者，他觉得这张用母亲的眼泪和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龙椅肮脏的让他作呕。他不想要什么江山，他只想要一份不被算计的宁静。这两种带着血泪的价值观在皇权的重压下注定无法和解。终结这场拉锯战的是死神。公元1661年的正月初一，一种看不见的恶魔天花席卷了紫禁城，也击倒了早已丧失求生欲的顺治帝。病榻前，药味与龙涎香混杂在一起，气氛凝滞的连呼吸都显得多余。布木布泰隔着防止传染的厚重帷幕，听着儿子肺部发出的那种拉风箱般微弱的喘息声。24岁，本该是生命最明艳的年纪，他却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尽头。他曾从科尔沁的寒风中挺过来，从后宫的孤立中熬过来，从摄政王的屠刀下活下来。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战胜了所有看得见的强敌，却唯独没能救回那个他视作生命全部意义的儿子。他亲手扶着他走上王座，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化为清东陵里的一抔黄土，紫禁城的雪又洋洋洒洒地下了起来。48岁的布木布泰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乾清宫外，风卷起他两鬓已经斑白的头发。这一次，他连放声痛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透过风雪，他看到了一群如狼似虎的辅政大臣，以及一个躲在嬷嬷身后年仅8岁的孩童。大清帝国的上空，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公元1661年的正月初9，顺治帝的子宫还停放在景山，整个紫禁城依然笼罩在刺骨的哀乐声中。48岁的布木布泰被正式尊为太皇太后，他没有时间去舔舐丧子之痛，因为一个庞大且虚弱的帝国正毫无防备地压在他的肩头。这一次，被推上权力前台的是年仅8岁的三阿哥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为什么是玄烨？在当时满洲贵族的眼中，这个孩子并不是最年长，也不是最聪慧的。他之所以能戴上皇冠，仅仅是因为他刚刚熬过了一场足以致命的瘟疫天花。那张稚嫩的脸庞上布满了疾病痊愈后留下的坑洼痘印，在常人看来这是残缺，但在布木布泰和满朝文武眼中，这代表着免疫，代表着这个孩子拥有活下去的硬性资格。这是何等残酷又现实的政治考量。布木布泰深知孤儿寡母的格局最容易催生出第二个多尔衮，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顺治弥留之际，力主设立了4位异姓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
鄂必龙和鳌拜。他试图用四方牵制的平衡术来为孙子的成长争取时间，纵使算无一策，人性的贪婪依然超出了规则的束缚。权力的毒酒很快就让原本排在最末位的鳌拜红了眼。随着年迈的索尼病重，苏克萨哈被构陷，鄂必龙选择明哲保身，鳌拜逐渐掌控了朝局的绝对话语权。他开始在朝堂上大声咆哮，随意圈换旗地，甚至敢于当着小皇帝的面呵斥群臣。多尔衮的阴影似乎又一次笼罩在了慈宁宫的上空，但此刻的布木布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多尔衮刀锋下瑟瑟发抖的年轻寡妇了。漫长岁月的淬炼剥去了他身上最后一丝软弱，他不再对虚幻的情感抱有任何期待，也不再试图用妥协去换取怜悯。他变成了一尊绝对冷静的玉雕，冷眼旁观着这场权力的野蛮生长。在慈宁宫幽暗的暖阁里，他开始了一场漫长而隐秘的教学。他没有教玄烨去读那些让顺治帝走火入魔的伤春悲秋之作，而是把满洲人骨子里那种猎人般的耐心与狠力，一点一滴地注入这个8岁孩童的血液中。如果你没有一击致命的把握，那就把头低下来，连呼吸都不要发出声音。这或许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玄烨重复最多的话。公元1667年，鳌拜罗织罪名，非要将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处死。14岁的玄烨知道这是冤案，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坚决不肯用印。鳌拜竟然直接卷起袖子，大步逼近龙椅，强行要求皇帝同意。那一刻，君臣的界限被撕得粉碎，玄烨气得浑身发抖，退朝后直奔慈宁宫。他以为祖母会为他撑腰，会痛斥鳌拜的跋扈。布木布泰只是平静地转过身，递给他一杯温茶，用一种几乎没有任何起伏的语调告诉他，准了鳌拜的奏折，让他去杀。这是一种违背人性的残忍教育。他要让孙子亲眼看着无辜者流血，要让他在屈辱中学会咽下愤怒。他深知，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鳌拜杀的人越多，结下的仇家就越广，满洲勋贵们对他的忍耐就会越少。布木布泰是在用整个朝堂的动荡来为玄烨打磨一把锋利无匹的杀人刀。终于，蛰伏了8年的猎人终于等来了收网的时刻。在此之前的大半年里，玄烨每天都在宫里召集一群八旗少年练习摔跤。鳌拜看在眼里，只当是小皇帝贪玩，不仅没有防备，反而暗自窃喜。直到那一天，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南书房，那群看似嬉闹的少年突然暴起，将这位满洲第一勇士死死按在了地上。消息传到慈宁宫，56岁的布木布泰正闭目拨弄着佛珠，他的手连一丝颤抖都没有。这场看似像儿戏一样的秦王之战，背后全是他精心计算的政治筹谋。从分化鳌拜的党羽到调离京城的亲信禁军，每一个环节都咬合得严丝合缝。他看着快步走来报信的玄烨，眼中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欣慰。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帝国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执剑人。跨过鳌拜这道坎，大清这艘巨轮似乎驶入了平静的海域。谁也没有料到，一场足以让帝国倾覆的惊天骇浪正在南方炸响。公元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沙巡抚扯大旗，悍然造反。紧接着，平南王、靖南王相继响应，三藩之乱爆发，战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席卷了南方半壁江山，中原震动。这是大清入关以来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八旗兵常年安逸，武备废弛，在南方的瘴气与火气面前节节败退。前线的败报像雪片一样飞入紫禁城，整个北京城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朝堂上，一些已经被吓破胆的满洲贵族甚至提出了退守关外的荒谬建议，他们想要放弃中原，逃回老家盛京去保命。
年轻的康熙帝承受着空前的重压，焦头烂额。就在军心即将溃散的边缘，60岁的布木布泰从慈宁宫走了出来。他没有在前朝指手画脚，也没有发表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只是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私库，把一箱箱金锭、银珠，甚至是舍不得戴的贵重首饰，全部搬到了太和殿前，统统充作前线将士的军饷。随后，他以科尔沁长公主和太皇太后的双重身份，向蒙古各部发出了密信，稳住了北方的游牧铁骑，确保了大清后方的大本营万无一失。在这片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紫禁城里，你能看到这位老妇人挺直的脊背。她经历过努尔哈赤时代的血雨腥风，经历过皇太极猝死时的悬崖危机，经历过多尔衮的摄政高压，也送走了病入膏肓的亲生骨肉。吴三桂的叛乱固然来势汹汹，但在他那双看尽了生死浮沉的眼睛里，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又一朵带着血色的浪花。只要他坐镇慈宁宫，只要他那双苍老的手还稳稳地搭在椅背上，大清的军心就散不了。他用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了这个帝国最坚不可摧的定海神针。这场残酷的平叛战争整整打了8年。公元1681年，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的残部被全部荡平。消息传回京城，康熙帝率领群臣在太和殿前山呼万岁。68岁的布木布泰隔着重重宫墙，听着前朝传来的海啸般的欢呼，他的脸上并没有太多喜悦。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权力攀爬中，他战胜了所有的政敌，保全了家族的荣耀，甚至亲手将孙子塑造成了千古一帝。他赢得了天下，却也永远地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拥抱人间烟火的权利。这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对他而言，更像是一座华丽的冰窖。同龄的故人早已化为黄土，身边围绕的只剩下敬畏与算计。康熙对他至诚至孝，每日晨昏定省，嘘寒问暖。但在那份孝顺背后，隔着君臣的尊卑，隔着帝王的威仪，他不能再像一个寻常祖母那样毫无顾忌地把孙子抱在怀里，他也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当年在盛京冷宫里的孤寂，或者面对多尔衮时的恐惧，因为他是太皇太后，是所有大清子民仰望的神祇。神是不能有创伤的，神必须永远坚硬，永远没有弱点。他将自己的人性连根拔起，封死在坚硬的政治躯壳之下，独自在权力之巅品尝着分外压抑的绝对孤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冷寂开始慢慢侵蚀他的身体，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全部头发，曾经清澈如草原湖泊的双眼也变得浑浊。他越来越频繁地在梦中听到科尔沁的风声，闻到马背上皮革的气息。那是一个远离了阴谋与杀戮的地方，那是他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直到生命的烛火即将燃尽，这位一生都在为大局妥协的女人，终于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帝国为之错愕的决定。时间缓缓推移至公元1687年的寒冬，紫禁城迎来了多年未见的大雪。75岁的布木布泰病倒了。这一次，太医院那些熬得浓黑的汤药再也无法换回他日渐枯竭的生命力。34岁的康熙帝玄烨，这位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威震四海的铁血帝王，在祖母的病榻前哭得像个无助的孩童。他甚至破例以帝王之尊徒步走向天坛，长跪在冰冷的祭台上，向上天祈求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祖母的安康。可是宿命的沙漏已经见底。就在公元1688年的正月初一，万象更新的时刻，布木布泰的呼吸走向了最后的微弱。弥留之际，他靠在隐隐透着沉香气息的银枕上，浑浊的目光穿过层层明黄色的帷幔，定格在玄烨满是泪痕的脸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拉住孙子的手，
留下了一道违背大清开国以来所有祖制与礼法的遗命。按照清廷的丧葬规矩，作为太皇太后，她理应在死后被运回遥远的关外盛京，与她的丈夫皇太极合葬于昭陵。那是一场理所应当的死后哀荣，也是皇家颜面的最终拼图。但布木布泰拒绝了，他气若游丝，语气中却透着一种劈开生死的决绝。他告诉玄烨，太宗皇太极的山陵已经安奉多年，实在不忍心因为自己而重新惊动。况且他心中最舍不得的是他的儿子福临和眼前的孙子玄烨，所以他只愿在遵化，也就是顺治帝孝陵的所在地，及后来的昭西陵、安西，永远陪伴在他们父子身边。这份遗命一出，满朝文武皆惊。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位老祖母出于对子孙的溺爱，舍不得远离。但如果我们拨开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去凝视那个在权力深渊里跋涉了一辈子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是他漫长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心理防线前，去想一想，圣经的昭陵里躺着谁？躺着那个把他当作政治附属品的皇太极，躺着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将他衬托得暗淡无光的亲姐姐海兰珠。如果回到那里，他就必须重新穿上那件名为西宫庄妃的屈辱外衣，在地下继续扮演那个不被偏爱，只能仰人鼻息的隐形人。他受够了。13岁那年，他作为科尔沁的祭品被送上马车，褫夺了自我。30岁那年，他为了儿子在多尔衮的刀锋下委曲求全，碾碎了尊严。此后的40多年里，他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把自己活成了一尊没有七情六欲的神像。他这辈子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为家族、为儿子、为帝国妥协。就在这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前夕，他不想再当什么大清的太皇太后，也不想再做皇太极的女人。他用一道不可违抗的遗诏，狠狠地撕碎了那个套在自己身上长达62年的沉重枷锁。他要把自己从那个冰冷、充满算计的盛京后宫里彻底抽离出来，留在遵化，留在儿子和孙子身边。那是他用一生血泪与隐忍打下的江山，那是真正属于他的领地。这一刻，他终于做回了那个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布木布泰。公元1688年初春，这位见证了大清3代帝王，经历过无数血雨腥风的传奇女性，永远地合上了双眼。随着大丧的钟声在紫禁城上空回荡，一个时代落幕了。后人总喜欢把她捧上神坛，用尽世间所有华丽的辞藻去赞美她的深明大义与力挽狂澜。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她的内心，去打量这个灵魂时，那些冰冷的赞美之词显得多么苍白。她的一生其实是一场漫长而惨烈的异化。在那个盛产暴君与莽夫的年代，男人们迷信弯刀和铁骑，而布木布泰却本能地悟透了权力的另一种本质——熬。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耐心，熬过了不可一世的皇太极，熬死了跋扈嚣张的多尔衮，又教导孙子熬平了专权的鳌拜。他就像一株生长在悬崖绝壁上的野草，狂风暴雨越是摧残，它的根系就扎得越狠。大清这头原本充满野性，随时可能分崩离析的猛兽，硬生生被他这股柔韧的执念拴住了缰绳，最终被牵进了中原的庙堂。但在成就这份不朽霸业的背后，是他作为一个人被千刀万剐的悲哀。他最大的悲哀并不是那些咽进肚子里的屈辱，而是他终其一生都没能逃出那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一个人为了活命，把所有的软弱、天真和浪漫都当作毒瘤割掉之后，他的心也就成了一片冻土。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生育筹码活下来的，所以他理所应当把科尔沁的侄女当成巩固权力的零件塞给儿子。因为他见识过皇太极为了爱情失去理智的可怕，
所以他本能地将儿子对董鄂妃的痴情视为祸国殃民的毒药。他并非不爱自己的骨肉，只是在残酷的绞肉机里待得太久，他爱人的方式变得令人窒息。他只懂得用权术去编织一张安全的网，以为只要儿子坐稳了龙椅，拥有了无上的权力，就是母爱的最高体现。他听不到顺治在网里的痛苦嘶吼，也看不见那个年轻灵魂对一丝纯粹温情的绝望渴求。他成功地挡住了满朝文武的暗箭，却在母子连心的战场上一败涂地。后来他把玄烨雕琢成了千古一帝，玄烨完美地继承了他的冷酷与理智。可是当看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完美帝王时，他是否也会在某个瞬间感到后怕？他用尽一生，亲手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变成了被权力扭曲的怪物或者牺牲品。他赢了所有的政敌，却沦为了这座华丽紫禁城里最孤独的囚徒。那个叫布木布泰的蒙古少女，其实早在13岁那年跨上马车时，就已经死在了科尔沁的寒风里。时间定格在此刻，紫禁城的红墙依然静默，关外的晚风或许早已吹散了旧日的尘埃。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听着这段历史的你，或许并没有身处那种刀光剑影、关乎生死的权力漩涡中，但在现代的钢铁丛林里，我们又何尝没有经历过属于自己的盛京寒冬？也许此刻的你，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为了在激烈的职场中谋求一席之地，正逼着自己咽下所有的委屈与不公。你逼着自己变得坚硬，变得百毒不侵，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把这套残酷的生存法则也强加给了最亲近的人。你给了他们物质的保障，却忘了如何给予一个柔软的拥抱。你赢得了外人的尊重，却在深夜的镜子前认不出那个满眼沧桑的自己。布木布泰的故事绝不是为了教我们如何去算计，如何去争权夺利。他用一生的挣扎在提醒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妥协与隐忍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都会被现实打磨，都会长出保护自己的硬壳。但是无论外界的风雨多么猛烈，无论你在世俗的评价体系里扮演着多么沉重的角色，请一定要在心底最深处为自己保留一小块只属于你的柔软领地。生活已经足够辛苦，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无坚不摧的铠甲。今夜，在这个只属于你和声音的私密空间里，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允许自己软弱，也允许自己疲惫。现在，请慢慢闭上眼睛，听一听窗外的风声，或者感受一下被子的温度。愿你在今晚的梦里，有一片广阔无垠、开满鲜花的科尔沁草原。你可以骑着最快的马，去做回那个最自由的自己。晚安，好梦。